我看呢，台湾所谓的国防部印发这么一本手册，除了在老百姓中间制造紧张气氛，也起不到别的什么作用。炮火之下，遇事俱焚呢。真要避免老百姓受苦受难，那还是赶快离开台湾，去别的地方混。你们这些台独分子，不要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瞎折腾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4月11号啊，台湾军方向全岛民众发布了一本战争生存手册，一共28页，正式的名字叫做《全民国防手册范本》。台独当局表示啊，这一本小册子模拟战时情况，能够引导公众学会必要的应对措施。我们来从台湾所谓的国防部的网站上下载了这本手册的电子版，一共呢有28页啊，全部内容以卡通化的形式体现，分为11个部分，包括紧急应变、空袭警报与防空躲避、建筑物倒塌、失火应对、停电应变、停水应变、医疗急救、民生必需品短缺应变、防灾物资以及救护准备、生存的基础知识、紧急状况报告专线和预备役动员。应该说呢，内容还是很全面的啊，形式呢直观易记。手册的防空袭部分背景是硝烟四起被炸成废墟的台湾的城市，还有端着50-60自动步枪的解放军战士。第4章说空袭过后啊，往往会停电，要求市民呢尽量的减少开关冰箱的次数，避免食物的变质，要拔掉家用电器的插头，避免重新来电的时候呢电流冲击造成损伤。如果要离家前往防空洞呢，还应该拉闸断电。在第5章当中啊，要求市民如果遇到空袭带来的停水，要先给自来水公司打电话，等重新来水的时候呢还要再放1-2分钟，把污水放尽。手册里啊还有大量的2维码电话热线，供民众战时报告情况、联系救助等等，确实很有指导性啊。不过啊，我又觉得这些应对办法似曾相识，于是呢又找到台北市消防局的网站，上面有一份叫做《地震来了怎么办》的手册。2本手册果然有大量相同的地方，连漫画里面人的姿势都差不多。在第11章后备军人动员资讯标题之下的文本里面写着，某后备军人从电视台看到动员令的滚动条怎么办。后文要求啊，后备军人看到这条通知以后，要立刻自己到指定的地点报到，加入台军执行作战任务。这一条呢可能不太适用啊，因为解放军第一时间呢是要把台湾的电视台弄掉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倒是可以挽救不少台湾青年的性命啊。这一本第一次发布的全民国防手册，这个时候编出来广为发放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乌克兰战争的启发，有危机感呢？自从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之后，就一直把中国大陆当成唯一的假想敌，两岸之间的直接交火和军事对峙啊，已经延续了70多年。台独势力上台以后，不断的推高两岸紧张局势，特别是与一心要把中国往死里整的美国勾结的是越来越紧密，让大陆的民众啊是越来越看不过眼。这确实是让台湾离火山口是越来越近了。相信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啊，台湾当局一定会通过各方面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，认为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台海战争呢不再是理论研究的课题了，而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解放军随时随地都会打过来。所以呢，台湾当局觉得有必要发行这么一本手册，给老百姓打打预防针。我看呢，台湾所谓的国防部印发这么一本手册，除了在老百姓中间制造紧张气氛，也起不到别的什么作用。炮火之下，遇事俱焚呢。真要避免老百姓受苦受难，那还是赶快离开台湾，去别的地方混。你们这些台独分子，不要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瞎折腾啊！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